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DOTA 2新手学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在新手朋友们眼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英雄熊猫9000啊。然后这个英雄由于独特的这个3技能4被动的这么一个机制啊，再配合大招4熊猫的这么一个多操的这么一个感觉，使得他就让新手朋友们觉得这个英雄太复杂了，根本玩不来啊！急于让我讲解一下，所以说最近也收到了很多私信留言啊，说要想听一下熊猫这个英雄的理解啊，根本玩不来是吧？哎，其实这个英雄是有很多固定的玩法，就是公式化的玩法。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只要你认真的看完啊，你绝对能够熟练的掌握9000这个英雄。咱们把它的公式化详细的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的，好吧？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期视频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9000这个英雄的用法。DOTA 2出现卡顿，延迟高，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时长可暂停，加速延迟低，热门游戏均支持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充值划算68，相当于开了张年卡。右下角 CDK 输入强哥，有53小时体验时长。好的，来咱们看一下9000这个英雄的基础属性啊，基础属性它是一个全才的基础属性，然后但是它这个成长非常的好，3.7、2.0、1.6啊，这个成长非常的优秀啊。然后在全才里面有3.7的力量成长就很厉害了，因为很多全才他为了保证他的攻击力不要超标，都把3维成长略微的削了一下，但是熊猫这个成长是非常优秀的，导致它到中后期啊，它的这个普通攻击的攻击力会非常的高啊。也就是说是熊猫不仅是一个靠大招打的，更是一个在中后期可以靠平 A 来进行输出的这么一个英雄，因为它的攻击力很高啊。剩下51点的攻击力略低啊，3点的护甲不错，310的移速非常的快啊，626的血量也很优秀啊。来，咱们看一下技能，技能其实很简单啊，一技能踩地板。就是说是这么一个绿圈啊，然后对绿圈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跟减速没了啊，就很简单的一个机制。然后满级是300的一个 AOE 伤害，55的减速和55的攻速降低，持续4秒啊，踩一脚。这个技能的机制特别的古老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机制，咱就不多讲了啊，就是伤害减速的 AOE 啊。好，二技能。余烬佳酿就是扔酒啊，它的这个绿圈是作用那个施法距离，蓝圈是作用范围，可以朝这个区域内扔出一坨酒啊，被酒挂到的敌人会受到那个移动速度的减缓，减缓是1级24%，满级36%的移速减缓。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它这个身上挂着酒雾的过程之中，受到了来自自己就是熊猫9000自己或者队友的技能伤害啊，然后这个酒就会被点燃，并且持续时间再延长3秒，从5秒钟的持续时间变成了8秒钟。咱们来看一下，先扔一个酒，这个时候他身上是没有伤害的。如果宙斯队友电一下他，你看，哎，小傀儡开始抽搐了，说明什么？他在受到持续的一个伤害，这个伤害列表开始弹数字了，就是说是这个酒被点燃了。当然了，如果熊猫自己用一技能踩，一样也能够点燃。你看这个小傀儡开始抽搐了，对吧？一样也是被点燃的。然后它这个会受到持续减速跟伤害，这就是这个余烬佳酿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这两个技能同时作用的话，就是说打团战很简单，先扔酒，对吧？走进去，一技能就是一个什么酒的点燃器。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一技能是用来点燃酒的，酒是用来减速的，靠酒让敌人走不动，切入敌人身边啊，走到身边踩一脚点燃酒，完事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先扔2再扔1啊，就很简单啊。好，看下3技能，重点的讲一下3技能，因为3技能刚才说了是4被动，对吧？看起来这么长的一段技能说明，其实很简单。它有4个属性，就是绿的、蓝的、红的、紫的，叫大地狂风烈火太虚拳法。简单来说，就是绿色啊，大地拳法是增加护甲和魔抗，然后蓝色是增加移速和闪避，烈火是增加攻击速度和暴击啊，然后紫色是获得状态抗性跟平 A 减速，就是你打敌人啊，敌人会受到一定的减速，然后并且啊，这4个技能，它只要受到了9的影响，就是2技能的影响，所有的属性都会提升2.5倍，就比如说你的攻速啊，就比如我切成红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的攻速是加10或者加25，但是一旦扔9了，就是25乘以2.5啊，然后20%乘以2.5，就是暴击几率跟攻速都会提升啊，所有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提升2.5倍。重点讲一下这个效果。它这个酒并不是说是一定要浸染到9000，它这上面写的有问题啊，就说是加成效果在自身浸满余烬佳酿后还会得到提升，其实并不是需要酒真正泼到它。就比如说，咱们先来看一下，我变成那个蓝色，现在是325移速嘛，对吧？也就是说是如果
正常来说，它的描述是扔久了以后，哎，你看变成348了，也就是得到了2.5倍的这么一个提升。本来是提升15%，现在提升了15乘以2.5，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扔出去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是325移速，我把这个9扔得这么远，没有侵染到这个熊猫。看348了，对吧？就是你扔给自己跟扔出去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一定非得笼罩到自己啊，这个是文字说明有点问题的。好，然后咱们来说这个技能怎么用。其实最简单的，平常只有2个拳法是最常用的，一个是狂风，一个是烈火，也就是2跟3啊，就是2号跟3号。一般来说用2号，它的作用可太多了，赶战场，对吧？平常在地图上走路，任何时候走路都切成狂风拳法，然后在对线的时候也可以切，因为有闪避嘛，对吧？这个闪避加码呢还挺高的，30%闪避的。这个非常的厉害，然后靠这个加速来切入战场。比如说我要杀谁了，对吧？先扔个9，立刻我的移动速度就提升了2.5倍，进入他身边踩一脚，切成火开平 A。啊，这个时候呢，我身上是有这个9的，所以说是这个暴击几率相当的高啊，就是2.5倍暴击，刀暴击是吧？而且攻速很快，其实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像切夹腿一样，1、2、3啊，摁3下切成狂风拳法，撤出战场，拉扯，准备打第2波，扔9进场，踩一脚，切1下，然后烈火拳法开始 A 人，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3下1下，3下1下，哎，就跟切夹腿的感觉是一样。最常用的就是狂风跟烈火。哎，烈火输出，狂风用来跑路、拉扯、走路，对线，哎，对，就是这样的。如果，第2常用的其实就是大地了，就是如果你万一被减速了，对吧？被减速了，敌人追着你打，你这个狂风效果不是很好，你可以切成这个绿色的来适当的吃一下伤害啊，等你的减速效果消失了，再切成狂风拳法走路就行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狂风拳法它又有闪避，所以说其实收益很高。懒得切的就一直狂风，好吧，打人烈火切3下再变狂风，就只用这俩都够用了啊，就这么简单，就公式化，就用这俩狂风烈火。好了，讲完了啊，然后看下大招。大招是开启大招之后呢，会获得4个啊，直接就获得4个这个熊猫战士。然后这个熊猫战士它分是大地、狂风、烈火跟这个太虚，哎，4个。然后大地的技能是扔石头，就是扔出一个石头，哎，会对敌人造成眩晕跟这个一定的伤害啊，那个伤害是50、100、150，眩晕时间是1.6秒。咱们升满吧，这个升满的持续时间能多4秒，虽然说多了也不是很多啊。好，然后来看一下。就是大地是这个扔巨石啊，然后有1.6秒的眩晕跟1点伤害，然后有这个技能免疫效果，也简单来说就是开了 BKB 了啊，然后那个有50%的魔抗加成，并且呢 A 防御塔会有一个额外的270伤害啊，这是一个大地的。狂风呢是有个驱散魔法，驱散魔法的话能够驱散敌人的这么一个什么增益 buff， 驱散掉我方的底 buff， 并且能对召唤物造成伤害。就比如说咱们说给敌人制造一个这个猴子啊，升至满级。好，然后猴子分身，我也分身，这回呢我切成风，用1技能驱散。哎，你看这个假猴子一下就没了，因为这个是金猴子嘛，对吧？金猴子这个是金猴子受到的伤害是等同于本体的，像那些非金猴子所有的猴子一下就被驱散完了，因为它会对召唤物造成1000点的高额伤害。然后第2个是龙卷风啊，它可以将敌人一直吹在空中啊，这个吹的时间是5秒钟啊，就等于说对一个敌方单位直接强行控制5秒。这个对于很多那种不依赖 BKB 的大哥来说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啊，就比如说。地法师啊，我举个例子，地法师跳到你们阵营之中了，你用这个风把地法师一吹啊，地法师在空中吹5秒，并且这个 CD 啊也不是特别的长，你看这个 CD 是8秒，是吧？也就是说你可以对敌方一个没有 BKB 的大哥无限吹啊，无限吹。然后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吹起来以后用这个驱散再把它驱散掉啊，然后驱散能够瞬间解除这个风，这个是干嘛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队友要么死的死，跑了跑，就剩他一个大哥在空中转圈了，对吧？就剩他一个大哥了。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集火大哥，然后你就要把他驱散掉，吹起来啊，然后他的队友死完了，驱散，然后直接集火开始打，哎，就是这种感觉。第3个就是疾风步啊，然后它可以隐身啊，然后瞬间进入到一个隐身状态，并且有一个移动速度的加成，并带一个破影印机，这个是找人用的。也就是在团战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可以开着疾风步去。切入对方的后排啊，就比如说对方有一个冰龙或者神谕者，对吧？非常的要命，你就先开隐身，走到对方的后排去，哎，找到他的那个冰龙或者神谕者了，直接把他吹起来。你可以吹大哥，也可以吹对方的关键型的反手酱油，让他救不了人啊！用一个小风熊猫直接盯死对方的一个很核心的团战型的英雄啊，就一直盯他就行了。龙卷风吹起来，等他快醒了再一吹，因为就只有3秒钟的 CD 嘛，啊，这是风熊猫。
火熊猫就是一个纯输出型熊猫，攻击力比较高，170点攻击力，对吧？并且呢有一个每秒75的燃烧效果，就是周围所有人都会受到这个燃烧伤害，然后会获得一个状态抗性跟这个相位移动，就是永远开启相位斜啊，不会受到那个什么单位的阻挡。好，最后一个这个太虚熊猫，太虚熊猫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位移熊猫啊，就是它的效果是这样子，它可以把一个人进行一个抱摔，然后拉扯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比如咱们看一下。抱住它，咣摔到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伤害是150，然后牵引距离是1级300，满级700。然后它可以把这个敌人拉到你们想要拉的位置，并且让他跑不了啊。这个抱摔看着很帅气，对吧？往上啪拉回来啊，就是这种感觉。好了，这就是4个熊猫的这么一个技能效果了。有人说哇，这也太复杂了吧？其实咱们说有一个操作的方式啊，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摁，接下来认真听我说。你先摁大招，接下来什么都不要摁，会自动进入到大地熊猫，就是扔石头的熊猫，就是 R， 看会自动进入到大地熊猫 Q， 就完了，就是 RQ 就是熊猫的起手式，对吧 ？RQ， 然后摁住旁边那个 Q 键，旁边那个键就那个 TAB 啊 Table 键，切一下就可以在这4个熊猫之中来回切换。啊，可以摁这个 Table 键来回切换，所以说它的连招很简单，就是 RQ， 比如说我要秒这个，我要集火打这个猴子。RQ 猴子啊，然后 Table 键吹这个，比如说咱们再创造一个小黑吧，创造一个小黑，好，然后这个小黑呢，然后咱们这个熊猫是4个嘛，对吧？然后Table 吹熊猫，好，然后就行了。其实就是这2个操作就已经够用了。你明白吧？这是对方的双大哥，一个1号位，一个中单啊，一个在演示边一个1号位中单啊，然后好，先大招激活打他 Q， 然后 W 吹中单。好，然后激活打，然后最多的操作是什么？你再变成一个这个牵引，把中单的拉过来啊，然后这时候呢再切一下，又变成第一个熊猫了，对吧？然后再扔石头就完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整个操作的流程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如果猴子多的话，你一个驱散直接把它猴子驱散完。然后这是它的最简单的一套打法。如果你要说精细点什么，给风熊猫单独编个队就行了，因为风熊猫刚才说是找人的，比如说你给他编一个3队或者4队，对吧？然后把他拉出去，专门找后排，然后剩下的人就是熊猫集火，这个土熊猫集火扔哪个人的石头，剩下的所有的人就是集火打他就行了啊，就不用做多的操作，然后石头 CD 了继续扔啊，这个找到人了，把他后排吹起来，就这2套，一套是集火强秒强排大哥，一个是3个人秒大哥，剩下风熊猫去找后排，只有这2套操作，所以说这个操作吧，你在斧王岛上稍微练一下啊，练上个3、4次，不要手忙脚乱，团战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哎，就是这么简单，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然后好，继续讲啊。然后魔晶是可以让这个元素分离的这个那个提前结束啊，就是那个提升元素分离的持续时间。你看刚才不是说是20多秒，现在一开有了魔晶就变成32秒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大招有了魔晶之后，大招的持续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刚才你看我连讲一个技能的时间都不够，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了魔晶之后，你看我这个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你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魔晶就是熊猫在前中期的一个核心道具，必出，而且是必须自己买的，时间到了就出啊，就是这样的。因为熊猫在前期团战都是靠这个大招来打的，有了魔晶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质变。然后提前结束是什么意思？就有了魔晶之后，它会多一个技能元素分离终止。然后这个元素分离终止，咱们来讲一下，它是有顺序的，是按照大地狂风烈火，然后这么一个顺序结束的。然后太虚啊，就比如说现在我有4个熊猫的位置，然后咱们把它拉散一点。不管这4个熊猫如何站位，你不管选择任何一个熊猫，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熊猫身上点这个元素分离终止，它一定都是优先在这个大地这个地方复活成本体熊猫的。哎，你看，一定都是从大地这儿复活本体的。但是如果啊，你的这个大地熊猫被打死了，就比如说咱们来打这个啊，大地熊猫被这个小黑打死了，然后就按照风熊猫的就第2个复活点就是风熊猫，风熊猫被打死了，第3复活点就是火熊猫。那咱们看一下。好，然后这时候呢，我提前结束，哎，你看它就会在风熊猫这个位置那个生成本体，也就是大地狂风烈火太虚的这么一个顺序。好，这就是它的这个提前元素分离。第2个是效果是什么呢？怕被打死。如果是你开了大招元素分离了，在这个期间内，你的4个熊猫同时都被打死了，那么熊猫自动就死亡了。
所以说，如果对面有一些很强悍的 AOE 型的英雄，就比如说有什么龙骑士斯温这种，大招一开，这个熊猫根本扛不住，对不对？然后4个熊猫快死了，你可以摁这个提前分离，让它恢复到本体状态。然后恢复到本体状态的时候，可以配合跳刀跳走。就比如说我开大招，对吧？开大招，然后身上有跳刀的话，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摁了元素分离，你看我这时候这么一打，对吧？我元素分离啊，一跳就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在只要过了3秒，跳刀肯定是内置 CD 的嘛，所以说这个你提前结束直接跳走，就不会造成4个熊猫同时被打死，而造成这个熊猫直接阵亡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还可以刷新球啊什么的，再来打第2套，并且呢，这个大地熊猫是继承光环的，哎，就比如说咱们来看一下。造一个隐刺啊，这个机制比较复杂，大家慢慢听啊。比如说咱们造一个隐刺，给隐刺升个满级啊，隐刺马上就消失了，对吧？因为那个隐刺它是带那个隐身的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买个宝石啊，就可以看见它了。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买个什么祭品之类的、强袭之类的啊，这是光环，对吧？你看宙斯现在有强袭效果，这个时候我开大招，你看隐刺依旧能看见，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土熊猫是可以继承一切光环效果的。而且宙斯身上强袭也没有消失，于是乎辉耀、宝石、强袭、希瓦、祭品类似的这种光环效果都可以被土熊猫所继承。但是土熊猫一旦没了啊，这个效果就消失了。但是宝石不会掉啊，宝石是本体死了才会掉。土熊猫继承这些光环，因此熊猫9仙是可以出很多类似的光环道具的，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好，咱们大招讲完了啊，大招讲完了，接下来说一下 A 杖。A 杖一出，它是有一个就说是新的技能，叫做元素伙伴。它可以根据你当前切的这个最全的这个效果来召唤一个临时的这么一个伙伴啊。你是最全是火，它就会招一个火伙伴啊。然后你最全是那个大地啊，它就会招一个大地伙伴。这个时候招出来的 CD 是20秒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它这个招出来的这个大地，它的技能的 CD 是你大招 CD 的1倍，也就是说大招的这个土熊猫扔石头是5秒 CD， 晕1.6秒。但是呢，你用 A 杖招出来的这个土熊猫 CD 是10秒，晕1.6秒，啊，就是这么一个技能。然后你可以，它这个技能是20秒 CD， 然后你可以切换成别的啊，再招又是20秒 CD。A 杖怎么说呢？就是刚才说了，魔晶是必出，核心中的核心，对吧？但是 A 杖是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道具。首先，在整个熊猫的体系之中啊，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啊，它操作难度瞬间增大啊。其次就是说这个东西太容易死了，单个熊猫在游戏中后期是太容易死的一个效果。你不管招出什么东西，一个单熊猫你如果一旦死了，它的 CD 是多少秒？是70秒。你看它写着，如果单熊猫阵亡了，被敌方打掉了啊，然后这个技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长 CD， 而且它被打了是不能换的，不能换招的，所以说它就是被打了，它不能换招，只能硬吃这个伤害，硬吃伤害以后变成70秒 CD， 因此你花了4200块钱，可能就大地熊猫或者说是什么风熊猫，可能就吹了一下，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进入70秒 CD 了。这个技能说实话有点弱做的，我个人感觉这要么是大加强，要么是重做。我看了很多熊猫，或者说自己玩，我从来不出这个 A 杖的。然后看了很多高手，他们都不出 A 杖。A 杖的效果真的有一点点鸡肋啊！我感觉你花这个钱，你把它变成光环装，不管是宝石、辉耀还是强袭，效果都要比这个 A 杖好很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不要出这个 A， 好吧？行了，技能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英雄的技能加点跟这个天赋出装啊。25级，它加点的话，其实我推荐一种加法，就是现在或者说现在的非常主流的，都是主被动的，就是1级血9，因为1级血9的效果就说是你不管是打团战也好，还是打对线也好，这个9是可以配合队友触发的嘛，只要你队友是一个有技能的、有伤害技能的队友，你把9一扔，队友扔个伤害技能，9就点燃了，你俩追着 A 啊，很厉害。23级连点2级被动啊，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9酿靠队友的技能点燃，然后你自己就像刚才说的切风是吧？扔9进战场切火直接打。然后队友点燃它，哎，就是这种感觉。好，4级加一级雷霆1级，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辅助的减速用啊，比如说这个9的效果结束了，辅助再踩一脚作为减速啊，也可以单人的时候用踩去点燃9啊，双人的时候你可以先等这个9的减速结束了，再踩一脚作为辅助减速。好，然后之后呢有大加大主被动啊，负9，最后再把这个踩点满。它这个加点方式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加点方式啊。来看一下这个。加点那个天赋，
雷霆攻击范围跟元素战士攻击力加元素战士攻击力，因为熊猫九仙在前中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靠大招在打的，这个踩并不是很关键的啊。好，然后余烬加量的持续时间跟这个最全清酒加成倍数，点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了3.5倍了啊，然后这个就非常厉害，为后期做准备啊，为后期做准备，因为熊猫九仙刚才说的是全才英雄，它有了这个一定的等级跟属性之后，打到后期会非常非常厉害啊。好，1200元的生命战士跟80攻速这两个其实都很厉害，咱们分别讲。80攻速的话，就比如说你很肥，你的装备特别的好，有什么跳刀 BKB 是吧？大跳刀 BKB 强袭辉耀啊，然后什么大引刀啊之类的这种装备，你想打熊猫平 A 流，你装备特别好，特别肥，你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1200元素生命就说是你在军事跟劣势的时候，你的装备不是很好，或者说你出的都是团队装。那么你的平 A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势，你加这个可以让你的熊猫九仙的这个熊猫，你看这个战士4400的血，3200的血，这就很厉害了，敌人很难清掉你的熊猫，对吧？这两个都很厉害，根据情况来那个酌情选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25级这个余烬加量点燃时施加恐惧，持续1.5秒，就是你的酒只要被点燃了，就会对敌人范围造成一个1.5秒的那个 AOE 控制，对吧？然后第二，这个是熊猫这个元素获得被动，也就是是火能获得这个烈火拳法，什么这个什么大地能获得这个大地拳法，我个人推荐加这个，然后这个的话可以造成一个非常强势的开团的这么一效果，咱们来看一下，扔酒对吧？踩一脚，绑敌人啊，群体恐惧对吧？这个我觉得开团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你进场能打一套，大招结束了又能打一套啊，能打2套。然后这个元素战士被动吧。说实话，打到后期了啊，其实也就是这个火战士的这个被动可能更厉害一点，因为它能有输出，剩下的被动吧，多一点那么肉，或者是多一点那么移速，其实没有什么质变，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恐惧可能更强一点。所以这种除了20级啊这两个酌情选择，剩下的话，我觉得加点方式都是比较固定的。好，然后刚才说了，到20分钟左右的时候，魔晶必须自己买啊，一定要必出。然后装备非常非常的标准的路人局装备，它其实很适合打路人。装备大家一听就笑了啊，前期先是一个草鞋，对吧？然后对线的时候，比如说大魔棒双护耳啊，这个都是保证你对线的时候一个强度的，因为你对线的时候其实还是像刚才说的，风贴近脸，靠烈火去 A 人的，所以说基础属性得有。好，然后呢，有了基础装备了，直接点金手。就是点金完了之后的辉耀完了之后呢，你可以走飞鞋啊，可以走飞鞋，就是这3大毒瘤装备点金辉耀飞鞋都可以出啊，都可以出。然后之后看情况，就比如说，因为它咱们说一下跳刀这个道具啊，跳刀这个道具是那个有一些说法的，因为熊猫如果是先出跳刀进场的话。它是跳、扔酒、踩、开大招，对吧？这么一个过程，说慢不慢，说快不快。但是如果你确定对方有一些很克制你的英雄，或者手很快的英雄，就比如说像对方有莱昂有跳刀，有羊，对方有沉默术士，有类似这种英雄在场的话，就不用出跳刀了。为什么？因为你跳进去，先扔酒，再扔踩，再开大，这个过程，对方可以把你秒羊，或者沉默术士秒开大，断你大招。诸如此类的，你可能就原地定那么一下，会被对方反控制，直接把你秒了。所以说，熊猫在很多时候都是怎么打的？都是团战的时候，在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我先扔个酒，直接开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扔酒直接开大，要么就是酒都不扔，直接开大进场，你直接一个锤定住一个啊，吹起来一个，对吧？然后再切成锤啊，定第二个，他都是这么打的了。然后提前结束，然后再扔酒，再扔彩，就是这种感觉了。他如果对方有那种特别克制你，让你大招扔不出来很危险的情况下，就跳刀就不要出了。如果没有那种能够秒断你大招，然后你能把这些东西打出来的话，出个跳刀前期带节奏也是不错的啊，这就是出不出跳刀的一个缘故。然后最后呢，你可以出一些完全依赖团队的，就是团队的装备，就比如说几个东西，宝石，刚才咱们说了，宝石有了可以无限反引，你是永远死不了的团队的一个永久反引点，对吧？然后呢，强袭有了强袭了，团队永久的这么一个强袭装甲的这么光环，点金手一卖，还可以出什么玲珑心。因为熊猫大招的 CD 很长的，那个没有玲珑心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大招 CD 是120秒，对吧？有了玲珑心了就是90秒，如果再配合中立装备的这种减 CD 的道具你的 CD 就是78秒、70-80秒的这么一个 CD。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玲珑心到大后期了，你就可以不用跳刀了啊，你可以再出个刷新球。有了这种装备了，你打团战这个宝石看情况选的，你打团战的时候就是大招是无限用的，并且你可以用它来偷塔。
啊，就当成先知了。你打到后期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人带一条线，被抓了就开大。啊，开大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强行推一波线，是吧？把大力熊猫拉走，大力熊猫拉走的时候，如果身上有跳刀的话，你可以提前结束再跳走的，你就是很难被敌人抓死，因为你有大招，再配合提前结束，再配合跳刀，很难抓死。你可以靠这个大招无限的赖线推塔，一个人就把对方推爆了，要么就是靠这个双大招打正面，哎，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对吧？他的装备选择非常的多样化。根据情况把它当成个光环怪，或者说是什么这种平 A 怪啊，跳刀变成一个敏捷跳刀，对吧？强袭，然后玲珑心就不要了。如果你是平 A 人的话，咱们需要一个暴击嘛，对吧？暴击你大炮也行，大引刀也行，哎，是吧？再配合 BKB，因为你要追着敌人一直 A，你不能够被控，这套装备也可以。根据你的成型的这个情况或者团队的需要，在后期选择团队推塔那个无限大型熊猫，或者说是团队正面刚正面猛男平 A 熊猫都是可以的啊。好了，这个讲解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看下实战啊，实战中熊猫这个英雄到底是怎么玩的。